我怕初一的鞭炮太吵，我怕初二的菜肴太香，所以大年初三，大伙之家带着新邻居来给您拜年了。过年好啊！听说他们可是能说会道，能吃爱笑，各种常规的罕见过年社交攻略，我们都一起在社区展开唠唠。话说这大过年的，你们来都来了，给伙子们的红包准备好了吗？蔡爷拜年了，蔡爷，我没有那么多红包啊。啊，来，我跟你说啊，这个剂子啊这么擀，知道吗？啊，这样擀啊，这样擀，知道吗？赵磊学着点啊。好的，来，啊，交给你擀了，交给你擀了啊，好好包啊。好嘞，哎，好嘞我去打麻将了啊。哎呦，好嘞。蔡老师一个人怎么打麻将啊？我3缺1。这是1缺3。那个我慢慢张罗吧。嘿，人家那儿包饺子，你那扫地全是灰好吗？你就这么有眼力劲儿吗？蔡老师不好意思，蔡老师不好意思。哼！哎呀，谁来陪我打麻将啊？你们两个在里面干嘛？趁张老师不在偷吃东西是不是？这个不错，这个不错，来多来点，多来点。这个拿出去，拿出去。打麻将喽，楠楠，哎，快来，好孩子，你又偷些什么东西吃啊？蔡爷来吃点糖，张老师说了，过年的时候可以不收费的。哦，你们那小孩才吃糖呢。3缺1，这边3缺1，哎，川麻呗，我可以加入吗？这是北麻，每个地方的打麻将好像是不一样的。北麻是怎么麻的呀？都一样的呗。我不知道川麻是怎么麻的。我是全麻。那我们局麻吧。局麻，我们局麻。完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包过饺子了。上一次包饺子还是在上一次。咱客人啥时候到啊？哎，来了，过年好啊！哎呦！过年好啊！哎呦，过年好，过年好！哎呀，我的天哪！真是！哎呀，来就来吧，怎么还带礼物啊？哎呀，快往里放，上货了！太客气了，哎，太客气了。不是我们挺客气，你们挺不客气的呀。我们补货来了，给你们是吧？我们也有礼物，你们什么礼物？3、2、1，走，点赞，爱心。哎呀，有正式拜年吗？给您拜年。哎呀，正式拜年！哎呀，不正式拜年啊！先系个鞋带再拜年。这俩孩子都管我叫奶奶，他们的辈儿小。他们是德云社的，郭德纲呢管我叫姑姑，所以说我是不是得管这帮叫叔叔？哦，两回事，各论各的。哎呦，我一共就2个红包，这不合适。哎呦，真大方，我跟你说。蔡爷，我没有那么多红包啊！我看看有没有啊，我看一看。怎么去这个里面找的？这不是刚哥的小卖部吗？蔡爷啊，刚哥私房钱被偷出来，刚哥存了1年，有的。新年好！新年好！哦，谢谢爷。新年好！平安健康，虎虎生威！哎，新年好！恭喜发财！那个什么，那个，咱们坐聊呗。要不你们打会儿麻将，我们再包饺子。我们就带张嘴来了啊！可以，客人就坐。这我们拿这么大红包再赢你们点走，有点不太合适吧？来聊。哎呦，谢谢！谁打了？蔡姨先。打这个吧。啊，打那个，好吧。你们经常打麻将吗？在德云社？我们也是过年的时候才打。干嘛上德纲家打去？我师傅就不好玩这个。那你们去师傅家拜年都干嘛呀？看书啊？上我师傅家就陪我师傅一块儿看《大伙之家》。哎呦，它是这样，你不能那样擀。你擀的话，一般是要中间厚两边薄，所以你看这样转着圈儿，你看只擀这个边儿，因为它其实已经是好的，你就擀边儿，你这么转就好。它的形状已经 OK 了，你就只需要把两边薄一点，然后大一点就好，中间厚，这样它不容易漏。我们家呢就是不用这个擀。直接到那个店里去啊，就是现成的饺子皮。我很不理解啊，你都买饺子皮了，为什么不直接买饺子回来？
哎，你们俩谁是师哥，谁是师弟啊？我师哥，我跟你师哥认识10年了。对我们俩认识有10年了，今年就11年了。还真是11年了。哦，我跟你谦大爷，我们拍电视剧，我们俩演2口子。然后小妹儿跟着他干爹嘛，我是助理，所以我们天天在一块儿，一下抽着个烟，配个军大衣，拿剧本，其实还挺像。大力囊到这儿了。人说心灵的窗户是眼睛，他有窗台儿，你知道吗？不哥啊，你已经走了？对，结束了。我糊了，不说话有不说话的好处。他专心打牌，就我们在聊天。然后您搅和我们，我没有搅和你们呀。不是您跟我们聊天分散我们注意力，然后男的就糊了。没有，这是他的水平，不是我的水平。哎，我得看一眼他们的饺子去了。您不是再聊会儿了？聊会儿啊。哎，咱们北方是过年吃饺子，对，咱们北方过年，咱们南方是吃汤圆，但南方也吃饺子，就看你家里面喜欢吃什么。对，饺子、汤圆儿可以放盲盒了吧？是不是？这个习俗是哪儿的呀？就是吃到硬币，这个是我们老家的习俗，就是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寓意。我包个硬币的，这么大一个，这一看就是吃的要大富大贵呀。这个辣椒能吃出来吗？放在肉里是不是有点？就是纯辣椒，纯辣椒，我来。那吃到辣椒的这个人怎么样呢？顶级红红火火。你来封一下它，让它显得像一个正常的饺子。来好了，可以吃了吧？吃饺子喽！吃饺子！大家一心只有麻将，没有饺子。吃饺子！过年的时候都这样，吃饭很难叫的。快吃饭，吃饺子！该吃饭了。该吃饭了吗？吃完再打，吃完再打。我也糊一次，男的糊一次，我就没糊了呗。辛苦了大家。哎呦，哇，椒麻鱼，哇，太丰盛了吧，准备的，年年有余。这饺子就刚才包的，对，刚刚包的。我刚包的，奶奶您坐吧，您不坐我们不敢坐。哎，我坐。来吧，过来坐着吧。你们先吃。等会儿天气大，咱们团圆饭的一个不能少。对，一个不能少。都过年了，大过年都没回家，大家团聚一下。他们都来自5湖4海。那个，咱们是不是先举杯祝贺一下呀？走一个，来，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孩子们你们越来越好啊！好嘞，谢谢姨，谢谢奶奶。我这辈儿啊，我这辈儿啊，我招谁惹谁了？这个辈儿要了命了，辈儿要命。来吧，吃饺子吧，大家。来，吃，里面有惊喜啊！来，天琪，来给你个大饺子。哦，谢谢。这个大饺子啊，这个。你们包了什么了？每个人都不太敢吃的样子。怎么样？你自己煮的？好吃吧？好吃，料很足，都一人吃一个饺子，看看运气。一人吃一个饺子，看看运气吧。还有大枣里面啊？哎，大枣是这样的，枣呢有一个寓意就是早发财。要发财了。这个葱呢是怎么说呢？葱的话就是吃了变聪明。哦，这意思啊。我吃到辣椒了，纯辣椒，我来。你们还能吃出什么来？我都想象不出来。还有邵刚老师在饺子里呢。邵刚老师啊，刚辈儿啊，刚辈儿。我说今天怎么没来呢？哇！魔术啊！我们都没往里放硬币啊！真的，这个寓意特别好，这也是发财的寓意。
哎，咱们过年咱们不在一个地方，过年有必备的一种仪式吗？必备的仪式，磕头啊之类的。啊，有，那个山东是这样的，山东我们拜年是磕头的，而且是大规模性的。你们家是吗？我们家没有给别的亲戚磕头，我是会过大年初一会爷爷奶奶磕头，坐凳子上，然后就是要红包。磕头要磕到有声音吗？没有。那亲爷爷奶奶，把我心疼的。我家那边很小的时候有过舞龙灯，好像现在也有舞龙吧？是。就还是挂鞭炮的，挂着鞭炮，对，而且是那种带火的，就是它两边插了那种可以喷火。那是白天吗？晚上。哦，我们家东北嘛，我们家东北就是扭秧歌。哦，扭着秧歌拜年。秧歌队有一个大秧歌队，先进屋给人拜年，过年好，过年好，然后就开始扭，然后他们好像就像有一个经纪人一样，他就看着外边就一帮人在那儿扭，就是等钱。他的那个经纪人就跟那儿坐着，然后就看你怎么意思了。就是我们大概其实就给个10块到是20块左右的，然后他出去会往多了喊，他说本家赏钱20元，然后大家伙儿谢本家过年好，有可能这一天会来4、5波秧歌队啊，4、5，我的天！大家是不是觉得你们现在过年比小的时候觉得年味儿没有那么浓了呢？是有。你们都觉得？00后的人点头。我前几天刚说了一个相声。这个相声就是聊这个事儿的，我觉得不是年味不浓了，现在物质发展更好了，然后咱们这个老百姓生活水平也都上来了，物质肯定是比以前丰富很多。对，其实年味挺浓的，只不过是我们心里边长大了。现在的小朋友觉得还是有年味的，对，可能他们依然觉得很开心，每天他们还是一过年了有压岁钱花。我们现在可能会想，就是过年第一天就想，哎呦，只有6天假了，再过一天，哎呦，只有5天假，对吧？就压力好大。真的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过年就是放的长一点的假，对，你就在算，哎呦，这几天我该怎么安排一下？我好不容易休息了，我得干点1年没干的事儿。你们都不是北京人嘛，你们工作在北京，但是回家以后那不陪爸爸妈妈说话吗？陪，说呀。但一说那可是啥都聊啊。我跟您说，不光陪爸爸妈妈，还有亲戚朋友，对，可以盘点一下有哪些致命的问题。就每年一回家，致命问题就是你赚多少钱，这太致命了吧？这个真的会问你挣多少钱啊？会，因为亲戚要问，他要跟自己的孩子比一比。他会当着你的面比吗？就比如他问完你之后说啊，我们家孩子今年有吗？他就是问你一个，然后他这个表情很微妙。我第1年工作的时候，他说，哎，你今年工作，我今年大概到手7万吧。然后他就我妈就会好奇嘛，那你家孩子，我家孩子。那个因为在国外工作，那我就说，哎呀，我家孩子不一样嘛。那天琪是很努力的啊，我家楠就是也是7万美金了。对，就有种这种。不好意思。其实这个回家了以后啊，被这个亲戚们问，无非就是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然后婚姻怎么样，尤其催婚。你结婚了吗？我没结婚。开始了。您要怎么着？没有。所以你不回家是吗？我回家，年回啊。给吓的。对呀，年回家，年被催。现在有一部分年轻人呢，越来越不喜欢过年了，你对此怎么看呢？现在上微博参与讨论话题，和微博网友聊聊你的看法，好不好？刚才大家提出了那么多这过年回家的这个话题哈，那个什么有什么催婚的呀，还有问什么那个工资啊，是吧？我觉得这个可以搞一场辩论赛，你觉得怎么样？对，可以。我们大伙社区就有这样一个惯例，是吧？大伙社区辩论赛，那我们去准备一下吧。对，我们来。好嘞，准备起来，辩论赛8字嘛，摆个8字。大伙之家社区第3届辩论大赛正式开始。那你们2位就来当个队长吧。我们当队长啊？那没办法，你们是哥哥呀，在这边，他们都太小了。我们还没被催婚呢。这个话题还没到我们这儿呢。哎呦，所以你们俩只能当队长了。我们俩队长啊。你们一边选3个队员。我觉得这样吧，盲选好不好？盲选。怎么选？我们数1、2、3，然后你们几个换一下位置。脆丁壳谁那赢了谁就先选啊。行。打乱，先打乱。脆丁壳，3， 6号，1号
5号，2、4。啊，完了，我不跟他一伙儿。哎呀，等一下，哎，为什么呀？天琪在上一届的辩论赛的表现就像对面的卧底。那是不是我有一天我也需要看你的银行卡密码？我告诉你，我需要看你的保险柜密码。我告诉你，这些我都可以吗？我都可以啊，我可以，但我不应该，还是这样。哇，欢迎主席啊！哎，他们讲得好啊！哎，水天琪，出去。不是，咱今天辩几道题啊？2题。我觉得下一轮要换。你就那么不喜欢天琪？你先看一下我的表现，好不好？都准备好了吗？好了。好，那我要公布一下辩题了啊！如果过年期间面对催婚，你会选择默默忍受还是怼回去？我们选这个默默忍受。默默忍受。好，我们正方，那你们就怼回去。第一局呢，正反方1、2、3、4遍依次的轮流发表自己的这个观点。然后第2局自由辩论是计时的，第3局是总结陈词，然后我们有一个偷袭的机制，也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人他的有可乘之机，你就啪一举这个牌子，但是得等他说完之后才能举，然后你们4打1。我们考虑一下打谁吧？4打人打天琪吧，但两边只能用1次。我劝你们善良。好，那我们来的邻居的年龄呢，分别他们为70后、80后、90后和00后。首先，我们请正方发言。正方1辩。哎，我们的话题呢是在父母催婚的时候，我们持的观点是默默承受。为什么呢？父母是长一辈的，尊老爱幼。你看，一般咱们那年轻人都是在外漂泊，对吧？有像2年不回家、3年不回家的，不容易回趟家以后，你还要怼父母吗？怼父母，哎呦，这个人太不孝。而且来说，你回到家为什么不能是父慈子孝、母慈子孝，一团和气呢？那咱们这儿，我就是你妈，好吗？哎呀。九兰回来了，哎呦，宝贝回来了，我想死了，想死了，妈，2、3年了，我想死我了。是啊，哎呀，我跟你说，你看啊，你看你二姨家那谁，人大胖小子都抱上了，妈妈也没有孙子好抱呢，妈妈好可怜，妈妈出门都没脸见人呢。妈妈，你有我爸爸。你还又不是我孙子，我也不我孙子。你什么时候相亲去？妈妈给你安排好了，初1相一个，初2相一个，初3相一个，初4一个。你哪天走？我听您安排，妈妈。好的，您让我哪天走，你就是相到您满意为止。好吗？好的。你看，非常和谐。对，和谐。好，那你坐下吧。该你了。我太爱您了。一点观点没听出来。别爱太早，孟哥。首先一点，你们叫不孝顺。你们承诺的东西，你回头你给得了吗？默默忍受，首先一点就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尊重。为什么不跟父母说原因呢？你们的承诺其实就是欺骗，善意的谎言。欺骗就是最大的不孝。你们不孝顺。没了呀，你不讲你们的观点？我们有观点，我们观点对，就是你们不孝顺。好，正方2辩。对面就是偷换概念。我们概念都没有呢，拿来偷换概念。你们概念没有概念是吧？没概念。警察拖出去吧呢？为什么？因为你们一直在逃避那个怼字，因为你们说我们是不允沟通，但是其实我们是在错峰交流。哎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怼就是吵架，但是如果你们吵架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回家的时候就应该开开心心回家，先跟父母一起吃上饭聊下来。如果在骂我的时候，在说我的时候，我说是的，其实就是冷静下来之后，跟父母好好的去沟通，等待一个更加合适的机会。好，太好了，对面无言以对，偷换概念。反方2辩。首先，这个正方这边说我们这边偷换概念，这根本就不存在。默默忍受会导致什么？会导致你跟家庭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默默是什么？是不语，父母一问什么东西你都不答，那这样会导致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才是导致家庭关系越来越不和睦的最大的问题。给点鼓励。反方3辩。那我先正常来一段啊。刚才对面假设了这样一个情况，说我们默默忍受就是父母一说你就，你这个就，
父母说这个是这，哎，这是你们演示的默默忍受。那我们演示一下你们的父母一说你们就怼，哎，你这个，哎不，你这个不想，那这样能沟通吗？也不能沟通，少吗？我们对不对？会说 no。所以我们要讲的是，无论是怼还是默默承受，都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问题是什么？是需要去通过沟通。那么怎么才能更好的沟通呢？有2种情况。第一个是默默忍受完之后，是现在场上是一片和气，是吃完饭之后我再给父母说，是的，刚才那件事啊，其实是这样的。哎，但你们那方是怎样呢？刚才就已经摔碗了，推桌子了，然后你再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嘛，我其实已经晚了。你们用了一个强硬的态度去回应你们的父母之后，已经没有机会去平等的沟通了。所以只有默默忍受，才能到同一起跑线上好好的交流。OK， 你坐下，我来吧，交给我了，哥。好的，今天交给我。我们的队友来了，啊，队友证明清白啊！刚才反方说的一切，都是在逃避。我们是正方啊，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正方说的一切都是在逃避，我们就是怼。但是你们所说的怼跟我们的怼不一样，为什么？你们说我们的怼只会说闭嘴，不对，我们的怼是什么？我们的怼要让父母明确的知道我们的择偶标准是什么。父母说，哎，你为什么不结婚？我们就说，因为你们推荐的女孩子不行啊。他会说，那你要哪种嘛？我说170嘛，对不对？他说，哦，170，你都165，你要170，那我喜欢170的啊。还有我要一一反驳一下反方的观点啊！谁是反方？你是反方。哥，你再忍一下。而且我最后要说的是，你们今天忍得了一时，你们忍得了一世吗？你们在催婚的问题上忍，明年你妈就催生。好，你这么结就催生了，有点着急吧？你催生的问题你再忍，后年你妈可能就催贱了，开始唱摇滚了。你怎么能忍？你忍得了吗？你忍不了，我是忍不了了。哥，你让他撒点泼。我讲完了。好，太好了，太精彩了。好，思辨接着说，你来赵雷。还脱一下眼镜，假装有个眼镜。我们的观点就是默默忍受。首先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外打拼工作，回家之后面对父母所谓的这样压力，你再去跟他怼的话，回到家的这几天又毁了。所以我觉得怼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沟通方式，并且呢，偷袭，反偷袭，没有这个功能是吧？偷袭要等他说完，才能偷袭。你准备好？所以我觉得，首先默默忍受，它不是逃避问题。它是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寻求解决办法。说完了吗？好，来，好。哎，首先一点，你们偷换了概念。你刚才谈的观点是沟通，你们都没有沟通，谈什么沟通方式？那怼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吗？是啊，你看你方一直在抓怼这个字，但我们强调的怼是什么？怼是沟通，你们沟通都没有。默默忍受也可以是沟通，你只是在短时间内先逃避这个问题。我没有说完。你说吃饭的时候他跟你提了这个问题，你说你默默承受了，好，第二天再跟你说这个问题，你还是默默承受。你一天不说话吗？默默忍受不代表不说话。我们现在的辩题是只有2个选择，怼和默默忍受。怼至少他有沟通。说到这个点上，你已经乱了，好吧？你一直在说沟通，沟通是我们的，你们那儿是默默忍受，好吧？结束，就这样。好，那反方思辨。好，该我了。来，小红帽上。其实我想说的一个总的，怼这个字儿不用去再钻字眼了。我们所谓的怼，其实一直从头到尾都是在说，我们要与父母给予更重要、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如果没有沟通，不管是长辈还是家庭还是朋友，什么都处不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亲人为什么都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想知道在外打工的时候有没有人替父母照顾你。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担心你们，但是你们总是觉得我有我的 style， 我有我的节奏。如果你不基于沟通的话，你会让父母的这种担心越来越多，然后最后，我想问的是，难道父母催你1次婚，催你2次婚，你可以糊弄？难道你要糊弄一辈子吗？奉劝4位，好吧，多一点体谅父母的内心，不要觉得我有道理，这就是我的道理，好吧？结束，完美，拿下。好，来第2局自由辩论。
我们说的这个默默忍受啊，对方不要说你认为默默忍受就是敷衍。可是父母需要反馈啊。我觉得找到了我的终身伴侣，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反馈。但是你的父母会担心啊，他会觉得，哎，你不是曾经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了。血气方刚只有你，天启，说出去。太差了，说的太差了。你以为父母不理解你？你以为父母不知道你平时都在干什么吗？好不容易回趟家，然后父母问什么你都不说，父母问什么都逃避，父母会更伤心的。那不对，忍受不是逃避，就像怼不是攻击一样。如果你一定要把默默忍受当作是逃避问题，那我方也可以把怼当作是攻击父母。那我用攻击换来的，这个很稳。所以我们说的只是去听取父母的意见，多多的听取。可以，我们承受，我们怼是攻击，那你们也不可以对父母母鸡。母鸡好，母鸡是个小鸡。母鸡是什么？老鹰抓小鸡。我们回应一下好不好？怼不是攻击，我们的怼是给父母一个态度。我们的忍受不是不说话，我们的忍受是对父母的善良。我们并不想攻击，但是你们不能母鸡，对吧？好了，3分钟到了，快摁不住了。哥，这个是哪个母鸡的身上的？好，那我们现在啊，双方各派出一个人来进行总结陈词。还是感谢各位的参与啊！还先客气客气。我方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怼是有怼的方式的，我们一直不是在说用激动的言语去跟父母讲这个事情。还是那句话，家庭关系最重要的永远是沟通。催婚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代年轻人一直在面临的，当然我自己本人还没有面对过。但是呢，父母有父母的思想，父母有他对你的爱，即使这个爱可能在你自己的人生的规划道路上，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境况和我们人生的步骤已经到达了哪一个阶段，我们要让他们去理解这个事情。即使可能1次不行，2次不行，3次不行，我们都要不断的去表达这个东西，从而让父母更了解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好吧。首先给各位磕个头啊，新年好。初3拜年。首先，我方的观点是，当父母催婚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默默承受。那么对方一直在说我们的默默承受就是不沟通，他们的怼就是良性沟通，那真的是这样吗？全场都没有分析过这2个词，那么我在最后有幸为大家来分析一下怼是什么，一个心，一个对，就是他自己心理上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么忍受。忍的是什么？忍的是自己为情绪而发泄向父母的抱怨。受的是什么？受的是心知肚明的父母对你的关心和在乎。俗话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我们面对父母亲的态度每一次都是抱怨的，都是怼他，那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去交流吗？没了。但是如果我们默默承受下父母对你的爱，然后用你的行动去找一个真正值得托付一生的伴侣，对，给个惊喜。当你把这个伴侣带回家的那一刻，父母一切都知道了。他知道为什么每一次你的点头和每一次你的承认，是因为你的心里早就找好了一个方向，给了他们安全感，给了他们未来。谢谢各位。原来在做大事儿，做大事儿，做大事儿，不说话，不说话。哎呀，这琪琪在那给你说了个电视剧，我发现。来，现在是投票环节，喜欢正方喜欢反方一起举啊，预备起。耶！谢谢，辛苦小红帽哥，辛苦小红帽。我觉得这个题吧，应该是柔和一点，对，既不默默忍受，又不怼回去，对呀，应该是一个好好交流的一事。但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最希望的还是孩子能跟他谈心，还是有一个沟通，有一个良性的沟通。但是孩子有的时候又会报喜不报忧，对，因为怕爸爸妈妈担心，所以其实都是一个相互心疼的这么样的一个关系，没错，相互理解。对，好，我们下一个题目。楠，你要换组吗？换了。其实可以不换组，换个人就好了。过年放假期间，领导叫你加班，你去还是不去？我们选择去加班。哎呀，那咱们不去也行啊，不去。好，正方一辩发言。好，感谢大家。因为上一局不太了解你们的实力，我发现你们好认真呐，我以为就是玩玩而已。哎。那接下来我也要认真一下了。
为什么要去呢？那跟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是服务类行业，那别的行业不同概念。除了我们这个行业，还有什么保安？那我们都放假了，保安也放假吗？那谁来保证大家的安全？还有一个最重要，医生。我们所有的服务行业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如果说没有了我们的付出，那老百姓何谈假期的快乐？好，首先来说，孟老师，咱们可能没上过班，因为咱们属于小众行业。从大众行业来说，他们会有一个排班和排假的情况。为什么不去呢？叫你加班你就去了，领导会觉得你的劳动力很廉价，以后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压在你身上，对，每回你都得去，就像天齐一样。不去了。好。所以说，我的观点是不去加班。对，说得好。对。哎，胆子也挺大呀，领导让你加班都敢不去。来，正方 ，OK， 前面反方一辩说排班，那我还要跟反方说，还有一个叫调休。过年放假期间，领导叫我去加班，我会获得的是什么？不仅仅是3倍工资，还有调休。我们休息的天数是一样的，但是我获得的收益是更多的。这个体现出是 effective， 性价比。高效的。第二个观点，你说领导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要找我做，那就对了呀，你不就是领导身边的红人吗？还有，你别觉得3倍很低啊，你看一个周震南的身高这样，但3个周震南的身高比姚明老师高吧？别，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观点是珍惜可以获得这么好资源的机会。偷袭。偷袭你要先讲完才能偷袭。我讲完了啊，都没想到结束的那么草率。来，首先你过年调休干什么？每年365天，359天都在工作，剩下的6天时间你还要出去工作。你上过班吗？你没上过班，你坐下来调休你都听不懂啊？调休是以后放着请假用的。过年不要加班，因为我们要回去陪父母。我调休陪父母可以吗？那个节日氛围都不一样啊。我叫错峰陪伴，兄弟们，错峰陪伴 ，OK。父母要的是你过年那天别人家过年都一家人团团聚聚。你父母好自私，我父母很无私，我父母是大爱。好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差点打起来。我这有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姐姐是在国企工作的，结果那一天早上的时候，他们公司的领导就要叫她去加班，然后呢，那天晚上那个全家宴就缺她一个人，哇！所以我觉得在你有选择的情况下，领导叫你去加班就不要去，因为你在所有家人在的时候，你错失了这一整个家庭非常幸福和温暖的时刻。OK， 不去。其实这个加班这个东西，一是一个特别好的表现机会，再一个就是有3倍工资。比如说此刻我们现在忙完了这一阵儿之后，有空了，我们能带着3倍工资赚来的钱，再去给父母改善更好的环境，这才是最应该有的陪伴。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刚刚正方说了，因为有了3倍的工资，所以有更好的陪伴。但是父母要的可能不是更好的环境，而是当下的一个陪伴。而且我们可以换一个时间，元旦期间加班，对不对？春节带他们陪伴家人一起出去，是不是？对呀，对吧？有道理吧？错峰加班，对啊，错峰加班。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有一个仪式感，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陪伴家人。好，我想反驳你一下啊，你刚刚说不好的回去也可以，但是谁又愿意落魄的回去呢？你愿意吗？你作为本时代的年轻人。其次，我们回到这个主题，老板为什么要叫你？那可能是因为有些人做不到的事情，还有一个必须是你要去做的事情。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幸福和温暖绝对不是因为过年，好吧，是因为家人。但如果出于特殊原因，我相信家人也会给予肯定和支持的。好的，非常感谢对方辩友啊！别假装客气了，哎呀。我们来分析一下，你方说要去，无非是为了3倍工资和表现的机会。对，那我方说不去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在传统节日这个灵魂最深处的一个来自血缘里面的仪式光。那你说要工资要赚钱，戏精又来了。没关系，我一年365天，我320天都在工作，另外30天我全加班。为什么？就是为了留出春节那7天，对，回家陪伴我的父母，让他们感受我们这个中华文明里面最神圣的时候和陪伴，对吧？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时间都堆在这7天，我可以在别的时候加班。是，虽然元旦节，虽然很辛苦；清明节，虽然很辛苦； 5一劳动节，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留出了这7天的时间，在过年的时候陪在我的家人身边，感动。所以我方的观点就是这7天要空出来，回家不去过年。好，戏精演完了，下面是自由辩论时间，走。好，前面七七说啊，他其余的时间疯狂的加班，为了空出这7天，对不对？你是老板，这辩题说是领导在那个过年期间让你去加班，现在主动权不在我的手里啊。这你也很想在你手里，是不是？说明只要你能决定，你就不去。Of course， 但是现在 Of course， 感谢对方辩友承认了我方的论点，谢谢。我当然也想过年陪我的父母，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想的事情。但是2022年过去了，就不会回来，但是老板还可以再换，是不是？好。老板过去也不会回来啊。老板怎么？老板还有另外的老板。那你们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出去了，我也不回来了。还有，我觉得姚老师说的很奇怪，说我们赚了这些钱3倍工资是为了买更多的礼物给父母，不对，我就是缺钱。那你平时不能多加点班吗？要这7天加班，你平时去玩了，对不对？不孝顺，呸！我跟你们讲，你们再侮辱我，我就上法庭了。我真的，我希望你们尊重我一点。好，最后我要说一点，好不好？就像前面楠楠说的，温暖绝对不是节日给的，温暖是真心给的。好了，自由辩论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天琪挺辛苦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总结陈词。来，反方。首先感谢各位，给大家磕个头，加个班，但我不去。我得贯彻落实，没有开玩笑，对。选择去的人，他们可能是看中了3倍的工资，看中了这是一个表现的机会。如果你都去打工了，你怎么来的陪伴呢？你的陪伴就是通过视频电话说：“爸妈，我一切都很好，我继续加班了，再见嘛。”而是拿着你1年其他330多天打工得到的工资回到家里，陪他们吃一个温暖的年夜饭。所以在过年期间，当老板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会礼貌地拒绝老板，告诉他不好意思，这一次我不去。对，谢谢。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准备好了吗？我们这边，楠楠。好。你们所谓的我们一直在强调的3倍工资，或者说让别人看到，它可以是因为作为工资当然重要，工作不为工资，那为什么要工作？第二点，你们设想一下，你们在家放假跟你爸妈过年的时候，小区没有保安，外卖没有人送，树边的这些东西没有人修剪的时候，你们跟我说这个只是看上了工资吗？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需要时刻准备好去贡献出我们，即使我们可能只是很小的一个工作。对，你们不能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认为了3倍工资，你们觉得我可以这次拒绝，我拒绝，那你们有想过这次老板找不到你，下一次重要的时候他会找你吗？对，结束，好吧。这是爱的奉献。你有点单薄了，你这首歌。没有，天琪特别努力。我提议给天琪鼓个掌。对，他很看重自己的工作，他热爱自己的工作。楠楠结辩，然后给天琪鼓掌。其实我觉得你们两边说的都有道理，我都挺感动的。陪伴父母，这是一种无价的啊！我为什么要为了钱去加班呢？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对吧？因为他能叫你去加班，证明你正在事业的上升期。是，你敢不去吗？你刚刚没有这样，我感觉刚刚领导在你们4位脑子中就是这个地步啊！现在怎么不一样了？过分！先让他们投票吧，来，那么同意正反方的一块举手，预备起。哇！我去加班了，兄弟们，我现在去加班了。你们的领导看到了会觉得骄傲。虽然我们是不去，但是我们那我们都会去的，都会去的。
现在年轻人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事业上能够去拼一拼，给家庭再制造好的环境，一方面也是希望真的能陪在父母身边。是的，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没错。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是的。那我们下边每个人写一个名字吧，写出来你们心中今天最佳辩手是哪一位？1、2、3，转。田奇。好。加班去，赶紧。快去下班啦！我觉得楠楠说的也很好，主要还是天琪提拔的好。好。不，其实我觉得楠楠很尽力，就是真的尽力的，带着我真的不容易。你很尽力，我觉得你比楠楠尽力。论尽力还是你更尽力？哎呀，咱们今天这个大伙之家这个社区辩论赛啊，双方打平了，圆满结束。最后我们很开心的德云社的2位小朋友到我们这儿来做客啊，谢谢你们，有机会常来我们这儿，也谢谢街坊们，谢谢你们，我们最后一起合影留念。好，合影。谢谢。那我们去来福好事做一下吧。来福好事。着火了！着火了！救火！新年好啊！我们跳舞祝福大家新年好。哦，来了，欢迎光临！光临！哇，欢迎光临来福好事，请坐。坐。我们这个来福好事有一个规矩就是我们这个特调啊，它不是一般的特调，它得根据来访的客人的心情调，就是都是金条。那可能我这个你们可能很难调哎，因为我这个现在心情比较复杂，心情啊，热情里看到一丝寂寞，就是在幸福里会忽然间感受到一点苦涩。哎呦，这饮料有名了，叫矫情。好名。矫情。因为今年过年不是没回家。九良哥呢？我其实特别想跟我的好朋友聚会，这个疫情啊，工作呀都很忙，好长时间没有聚会了。哎，我们队里人前段时间好像来过，来了，老秦、刘晓婷，还有九华，陶阳也来了，唱京剧了吗？唱了。这些人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我很怀念那会儿的那种状态。行吧，那今天有在营业的特调师吗？这儿4位，哎呦，4位，一人选2位。那谁有信心能调我这个？我有，我可以，我这个可以。那就你们俩吧。行。那另外2位就为九良哥调怀念。各位老板，各位领导，还有特别小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期待。你们对客人太好了，我们有点不好意思。我就带给大家一首莫比乌斯的日子。哇 DJ drop the beat， 嘟嘟嘟嘟。都是惊喜。
in the sunset. Speed on the highway, we will come back. 别问他想去的地方有多远，地图早被他丢掉了在昨天。Maybe just a fool， 什么都不顾，追日落日出，又在起点相见 ，Everything brand new。只要你愿意选择相信，跟他的近无限 Mobius。永恒无限的每次瞬间 Mobius。不同的脸还是相同的眼，背对着背也是面对着面 Mobius。时间会抚平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如果这注定会熄灭，将会是苏醒的季节。永恒无限的每次瞬间 Mobius。哇，学会了！来福好事的莫比乌斯，学会了。哇，太棒了！会了，可以啊！一直没问过你，当时写这首歌怎么想？希望有一首歌是要让大家发现身边的美好，就是莫比乌斯的日落。所以今天在大年初3的晚上跟大家唱这首歌呢，也是希望大家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开开心心的。哇，很有意义。可以。来了，哦，来了，上饮品。哇，这么快？谢谢。哇，这好漂亮这个。哦，谢，辛苦了。我这个因为刚才说就是感觉心情比较复杂嘛，就是喝完这一杯马上就能够享受现在。饮品就叫做思前想后不如享受。哦，对，不错。哦，这套动作可以啊。你思前想后。不如享受。哇，你好逗。什么味道？能感受到有一种酸楚在里面。哇，对。好，这杯漱完口之后，我要尝一下这个。我这个叫俗话说，它里面有甜的，最后的味道是苦的。俗话说得好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哇，好棒！太实在，这一大口啊！它微甜中带一些苦，就这种苦呢是你能接受的那种苦，是很享受的那种苦，更贴切于我。这我选这个。好，恭喜野哥，恭喜野哥！到我了啊！我刚才说的是想念过去的一些事情啊。梨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菊花是怎么意思？菊少梨多吗？我是这一杯黄金岁月，这个喝起来是非常的甜蜜的感觉，怀念曾经你们在一起的日子，甜蜜的黄金岁月。刚刚你质疑这个离，可能说离都是说离别嘛，对，但其实反过来就是别离，不要分离的意思。哦，所以他把这个别在这儿。谢谢。还有这杯是楠楠。对不起哥，今天真的编不出来了。这就是伙伴这杯，但是肯定比他别离好喝啊！比一比，谁怕谁，谁怕谁。它里头有果肉嘛，所以他说它有质感、颗粒感，对，颗粒感，又很微甜吧，还有花香。但是就是跟我这个心情好像不太符合，确实不太符合。看一下这个别离，我叫黄金岁月。这对别离啊，味道很清淡，又有点甜，很清爽。回忆过去吧，可能就是有些想不太清，记不起来，可能
但是那种生活又很平淡。对，这个挺贴切的，我觉得这个。黄金岁月，我们来不好是平时喝完饮品就得玩游戏了。今天玩个什么游戏呢？苗炮你们玩过吗？没有。就比如说从这儿开始，1、2、3、4、5、6、7、8、9，一说1炮苗3炮，然后苗到谁了，谁就要重复一下。咱们错是什么惩罚？贴纸条。这个很难，这个很难，是吗？赵磊什么表情？你几炮啊？我8炮啊。好，大家记好8炮。来嘛，直接来嘛，4炮秒8炮，8炮秒4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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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炮秒8炮。你们2个人出去瞄好吗？不要在这儿瞄。来吧，先慢慢来，好吧？咱们一点一点加快。来，开始了啊！5炮苗1炮，1炮苗8炮，8炮秒命，8炮秒命，什么？干啥呢？别直接试一下。没有试，磊磊刚刚可自信了，我是8炮。8票秒3炮，3炮秒5炮，5炮苗6炮，6票，6票出局。恭喜你获得6票。好嘞，啊，那你说了，哎，6炮苗1炮。周老师，咱不应该呀。平时真的确实少聚了啊。哎，6炮苗，哎呀，周老师过不去了，来，我俩那2杯是有多难喝？6炮苗9炮，9炮苗7炮，7炮秒1炮，1炮秒2炮，2炮秒1炮，1炮秒3炮，3炮秒5炮，5炮秒4炮，4炮秒8炮，8炮秒4炮，4炮秒8炮，4炮秒8炮，8炮秒4炮，4炮秒8炮，8炮4炮，你俩出去秒去。4炮秒8炮，8炮秒4炮，4炮秒8炮，4炮秒8炮，4炮秒8炮，8票秒1炮，秒不行，贴，你这太追求速度了。巴拉蹦。野哥怎么准备那么多往自己脸上贴啊？都是他的，我感觉他得一直说。没有，八哥没这回事儿。再来，快！8炮苗2炮，2炮苗8炮，8炮苗2炮，2炮苗3炮，3炮苗毛炮。来，这里，来吧，9炮苗8炮，毛，来，1炮秒8炮。这脸上干净的人不多了。8炮，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最后一轮了，最后一轮了吧？8炮秒4炮，4炮秒8炮，8炮秒4炮，4票秒8炮，4票了，终于给你4票了，4票，结束了，非常开心，结束了。哎，还谁干净的？我们3个干净的，生活干净。我给他一个奖励，到了我们的这个主要环节了，分享一个小故事。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到我们来福好事的都要给大家分享他们平时生活中有趣或者有温度的故事。不冷场故事会，就是我们拿一个皮儿就转到谁，然后谁就分享一个故事。如果大家觉得有共鸣或者觉得好笑的，咱们就会拍桌子；如果觉得有点尬，就肯定要热舞。哇，这么激烈啊！激烈，很激烈。我转一下啊。哎呦，到我了是吧？哦，行好，你就先热舞吧。哦，不，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事儿吧。感动的也行。对啊，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吧，平时呢过生日就是大伙儿吃个饭，家里人也不发微信什么的。那天我突发奇想，就是觉着在北京漂泊也10多年了，跟我妈发了一个微信，就特别走心的那种，就平时不敢跟妈妈就是那种表白吧。当时我发的时候就忍不住就是被自己感动了，眼泪儿不是哭，是默默的流泪。对，对于男人来说，很难说出这句，很难说出这种话。然后我妈一会儿回信了，说啊，儿子，今天是你生日啊？可以，对吧？
但确实男生想要表达这种感情，对，很难，很少，很难表达。不错不错，好过去，下一个。你要再赚到你自己还得分享。对啊，我们要反复分享。对啊，所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来了，完美，我不该说这句话。我分享一下我的18岁生日。但是在海外，大家问我的时候，想不想过生日？我说不想，因为那段时间其实一直在学习嘛。那天呢，就正常的学习上课。你怎么了？我想起来我在场，不用敬礼啊，不用敬礼。我想起来了。然后那边有个哥哥，他说：“你今天是不是练习了？”我说：“我没练啊。”他说：“你凭什么没有练习？你就是练习了。”我说：“我没有练习。”他说：“你为什么说谎？”我真的我气到要崩了，我直接不想说了。没有，是那样的，他没讲好。那天他生日，但直接过完又没意思，完了就设计了一轮。先他进去说了他好久，说了起码半个小时，而且姚晨讲的是比较 peace 的嘛。他就那天当天是为什么要练，就这巨大声，整个宿舍都听到。我们在外面都说是不是有点演过了，是不是有点太猛了？是故意设计的。对，然后你知道当时我进去的时候，然后你知道那个哥直接跟我说出去，当时把我吓一跳，我就出去了。演得太真能演，我的天！对，演得巨好。然后在外面的那个房间，我们把所有灯都关了，然后那个哥把门一打开，巨用力，出来，就跟姚晨说，直接说出来。对，他一出来，我们就把蛋糕端上，直接跪地上哭。那会儿就是18岁的生日，从来没有想象是哭着过的，是哭着过的。但是那个哭呢，是更多的是感动，你知道吗？只有一个人孤零零在海外，啥语言啥都不懂。你把我当什么？不是，那个时候当时想的就是没有家人在旁边嘛，然后后面觉得哇有兄弟，然后大家都好朋友，练到那么晚，然后还给我过一个生日，特别感动。然后就在那儿边哭边吃蛋糕那种。那是我人生见过他哭的最惨的一次，就是哭的受不住。那是确实很感动。我来，我这个手可以。你这个手凭什么可以啊？到你了，哥。楠楠，你讲一个。没有，这一条线笔直，倍儿直。我小时候发生的事儿也挺多的。那天在操场练功，大家就翻跟头就是翻了一个360，然后一下蹬空了，还觉得我自己好像还可以，我这还是在伸腿的时候就，砰到地了。就是脸先着地，哎呦啊！然后他们揪着我的头发一拎起来，往这想，哇，揪头发！当时同学就背着我往学校外面跑到学校外面打车打不着，然后他们就背着我往前跑。你说能有多大劲？跑几步跑不动了，当就摔那儿了，就给我周出去了。完那个人接着把我扛起来，你是接力棒，又摔了，我扛起来，当又摔了，我去。那个人再把我扛起来，然后再往那儿跑。其实我那个伤比那个伤还要重，你懂吗？我进那医院之后，我上台阶，他那个门是那个老式的那种是来回抽的那种门，然后他们啪打开了之后，他们往里跑，门回来啪把我抽回去了，不是打在脸上，直接给我抽到台阶下面去了。哎呦，那年是不是12岁啊？犯太岁。这不拍不行的，是吧？都倒霉了。其实我们这个故事分享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我平时其实挺喜欢看相声的。哎呦，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我们每年这不是有开箱和封箱嘛？就是开箱肯定就是说今年拉开序幕，封箱就是今年收官结束了，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开箱呢？开箱这个事儿，其实最早不来源于相声，来源于戏班戏班，他们有戏服，然后有那个什么好多道具什么，他们呢过年了之后演完最后一场叫封箱，把东西都叠好了放在那个箱子里边，把它封上。今年最后一场演完了，第2年再把它打开，叫开箱演出。说白了就是一个相声演员的仪式感仪式感。
对，演完这一场啊，大家聚聚会，欢聚一下，互相道个辛苦，哎，然后大伙儿过年。那这样，我们今天2位是相声界的，咱们要不借今天这个机会来一场跨界的合作，怎么样？哦，说相声，说相声，那没问题，没问题。你们有问题吗？来呗！哎呦，学习一下，那就你了。那还得有一个人吧，对吧？楠楠平时说话少，让他来。好主意，好主意。你经过他同意了吗？经过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对。OK， 可以。说的很对。男的吧。好。来吧，来，九良哥，来，咱俩来一个。来，咱俩来一个。来。哦。周九良、张延琪，给您拜年啦！过年好！哎，过年好！你们刚才发现没有啊？这个说相声上台以后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哎，什么动作呢？就是给大家鞠躬啊，显得尊重。哎，抬起头来看看大家，然后再看看观众是为什么呢？哎，微笑，表示尊重啊。它有先后顺序的哦，这没注意。先鞠躬，先鞠躬，哎，45度抬头。那我要边鞠躬边抬头呢？那不是热情吗？怎么会热情呢？我鞠躬的同时就迫不及待跟观众见面了，不好看。怎么可能？你试一下啊！我试啊！来一个，试啊！嘿，哎，大家好啊！您这不是鞠躬，拜年了。您这不是鞠躬。行，回来，这不好看，不好看，确实。你看这是不是规矩啊？这确实有规矩在里边。哎，你发现没有？还有人身体上的动作都有规矩，比如说想人想事儿。给你打个比方吧啊！哎，好嘞。咱这个过年了，初3，咱们俩人见面了，在大马路上遇着了，但是我没想起您是谁啊，有点忘了。他拍一个地方，拍哪？拍我大嘴巴子。没有这事儿，没有这有点太不尊重了啊！是拍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灵觉骨。灵觉骨就是额头和太阳穴之间的那块骨头。拍这儿啊，哎，拍这儿就能想起来，能想起来吗？咱可以表演。来一个。哎呦，九良哥，好久不见。哎，我啊，你好，对我，你好，呵，哎，还记得我吧？记得吧？你叫什么来着？啊，你别着急啊，我想啊，得拍一拍。小张、小李、小王、小张吧，张谁来着？我都听着了，哥。哎呦，张延琪啊，对哥。哎呀，我想起来了，好难啊！我感觉这一拍想起来了，是不是拍这儿？不太对吧，哥？其实你这就是个习惯动作。你看拍别的地儿，我觉得只要能想起来就行。不行，拍别的地方不好看。怎么可能呢？再来，咱再表演一下啊！九良哥。哎呦，好久不见！哎，你好，啊，我啊，是我，咱俩见过，我认识你。合作过。我想想啊，拍拍，想想是谁呀？拍拍，谁来着？哎，这不行啊！谁呀？哎呀，我哦，张延琪！去你的吧！哎。献上了，这是即兴，哥太厉害了，这是即兴，即兴起来，很棒，咱俩快下去了。哎，来，到你俩了，来吧，咱俩吧。哦，太难了，真 freestyle 啊！它有一个大概的框也是，还有好多内容，界面，对，大概是个框架，还有回头什么的。我懂了。哦，楠楠是逗哏啊！啊，对，挑战自己，厉害了，南哥。先鞠躬啊，好，鞠躬，45度，谢谢大伙儿，谢谢。吃了吗您呢？我今天第一次开箱，人生第一次开箱，好吧？小周，哦，孟鹤堂啊，介绍一下，其实是我师傅。哎呦，哎，但我今天学了几个小时吧，我觉得我这能力怎么着也算朝阳区蝈蝈，蛐蛐，蝈蝈什么呀？其实他喝多了，谁喝多了？我第一次见到说相声是这样的，这就对了。
其实呢，我今天跟孟老师学习的时候呢，哎呦，不敢，主要是学习了什么？学习什么？其他的没学着，但是相声的几大要素我背着了呀。哎，您猜怎么着？我们走一下。哎，您给说说。相声得干嘛？记性好吧？哎，没错。哎，我记性就好。哎，脑袋得好使吧？哎，我脑袋就好使啊。还有什么？得不要脸。对，我就不要。哎，周震南。哎，没有这样的、这不对呀，老师，不是这个词儿。我刚才是这么教你的吗？不是吗？一上来给我刨坑吗？这不是逗哏就给捧哏了，挖坑吗？挖坑啊，挖坑啊！咱这样，咱整个正式的，我们来玩一游戏。好，您说。来，这个游戏叫正反词儿。正反词儿啊，正反词儿，听过。正反词儿，等一下，这个传统相声里边我听过一个叫反正话的，您听过吗？哎。现代就说正反词儿，其实就是传统的反正话啊，反正话啊，懂吗？哎，那您给讲讲什么叫反正话？哎，反正话你们都会吗？不会，其实就是这样。我来考一下大家啊，我椅子。哦，那我怎么说呀？以我，你不是聪明吗？以我这我子椅，我子椅。你说我子椅呀？哦，我子椅，行了啊。哦，懂了。来一下，来，我桌子，我子桌，哎，我椅子，我子椅，我凳子，我子凳，我双人凳，我凳双人，我凳双人像话，我凳谁不揍我？瞪那俩没买票的，人家都没买票。都没买票，算了，咱整个专业的。不是，咱弄点好的行不行？整个专业的，来点好的。咱说点身上的部件。部件，好，部件，组装的，你是引擎啊，它是组装的啊。行，我耳朵，我多耳，我得多少耳朵我？哎，这就对了，就这么玩的。啊，好，明白了。我嘴巴，我八嘴，什么词儿这是？我眉毛。我毛没哪儿呢？看看，我毛没了，我毛没了，像话吗？哎，这个什么叫毛没呀？这不中听。还有啊，我眼珠子，我猪眼子，哎呀，真难听，这不好听啊。还有什么叫猪眼？您换个高级点的成不成？您会点好的吗？我打枪，我枪打我，谁打你？枪打我，打我像话吗？那我喂猪可以吧？猪喂我，那也不好听啊。算了，你换点好的。今天都是吧？整点儒雅的。哎，来，我们花园逛过吗？你逛啊。那好，我来一个啊。我玫瑰花，我花玫瑰。哎，我栀子花，我花栀子。哎，我康乃馨花，我新乃康花。好，我狗尾巴花，我花尾巴狗。哎，真好，谢谢。谢谢，太难了，这太难了。哎呀，优秀，这真是一个相声的奇才呀！太难了，有一个什么感觉？这种说相声的感觉，头一次。北京摇滚 rap 范儿，一上来先来捞北京，您吃了吧？您吃了吗？可以，确实不错。我觉得这不说北京话都不太不得劲儿哈。啊，对，咱们给二位鼓鼓掌，好不好？敢于尝试啊，确实还是非常不错。既然到了春节，今天这个开箱也这么圆满，我还有一个宝贝要拿出来，咱给观众朋友送点福利。朋友们啊，写下自己的新春祝福，送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写点吉祥话，也不一定写4个字吧。好子，有，来。那么今天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新年快乐！感谢大家，也感谢德云社的2位来到我们的大伙之家，一切顺遂。好，大伙前程似锦，祝大家新年快乐！俗话说，黄金岁月。
大伙之家广播站，传递温暖，夜夜好梦。各位朋友们，新年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赵磊。今天是大年初三，大家有收到多少红包？吃了多少好吃的呢？让我们来看一看2022的头封来信是来自于谁呢？这封来信是来自上海的朋友。亲爱的主播 ，Hello。高考前半年多，我家楼上搬来了一位新住户，在一次电梯里遇见，聊了几句后，知道阿姨竟是一位翻译。阿姨在得知我是一位高考生后，也主动和我说英语上的疑惑，愿意帮我解答。现在我上大学了，但是每一次回家还是会去阿姨那里坐坐，聊聊天。在快节奏的生活的时代，能有这样的邻居好朋友，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呢。朋友就像花火，只要一点契机就能够点燃，并且在一起。希望小姚能跟阿姨友谊长存。第二封来信是来自微博网友南京的来信。你好，伙子们，在大三下的这个学期，我过得很开心，也收获了很多。我逐渐有了自己的目标，明确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今年我面临着2战调资考研的重要任务，在2022年，希望我所有的考试都能够顺利通过，也希望身边的人能够平安、健康、喜乐，事事顺利。生活呢就是这样子的，完成了目标，有了新的 flag， 即使偶尔会迷茫，也会逐渐找到自己的方向，一起朝着目标加油吧。今天的来信就到这里，很开心收到大家这么多的故事。当我们都在阖家团聚的时候，也别忘了有人舍小家为大家，为我们默默守护着新春的安宁。2022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的生活，幸福健康，当然也要继续支持我们。踊跃来信，大伙之家广播站，愿伴你度过每一个四季。在腾讯视频搜索大伙之家，点击进入，点击节目下方按钮添加至再追，就会在首页你正在追模块出现，最快掌握节目的信息。上微博大伙之家社区，并带话题大伙之家晚安电台投稿自己的故事，将有机会在节目中被选中播出哦。对啊，今天说一下啊，咱们今年过春节，由于这个冬奥在北京开，全国各地疫情严重啊，所以咱们都回不了家了。好，咱们干的就是这工作，越到年关，咱们越紧张。今年就留京过年，我不给国家添乱，咱们不乱窜，咱们就在就地过年。我7年没回家过年。吃饭了吗？爸今天回不去了啊，今天回去好好过一年。火大的事情说3遍，大伙之家社区想火你就来，有歌要发请你来，有剧要播你得来，电影待映新综上线赶快来，不来白不来，来了不白来，来，大伙之家等你来。打开微博搜索进入大伙之家超话，点击大伙之家玩电台投稿你的故事，将有机会被选中在节目中播出。汪萌，娜娜，在电视上老见你，在电视上老见你。这我先看看你们这个知识储备量怎么样。冰壶、滑雪、空中技巧、双人短道速滑。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冬奥社区啦！冰雪对抗赛。今天我是挑战王蒙老师的，谁要挑战我来着？不服是不是？加油！加油，磊哥！哎呦，比我滑雪都快，我大哥！哎呦！1、2、1、2、1、2、1、2！我天，来吧！
关注官方账号腾讯综艺升紧烧鹅，连个麦吧！合作媒体不懂装懂的小种鹅 PD， 花鹅为什么这样红？咔咔在爆肝剪辑中是向小15，一只大公鹅。腾讯视频创作号、微信视频号，超多精彩短视频刷不停。上微博参与大伙之家玩电台征集，投稿你的温暖故事。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大伙之家腾讯有很多未知惊喜节目，正等着大家去解锁。如果你们有好玩的打开方式建议，请通过写信或者微博的方式告诉我们，下一个场景或许就是它。